这真是北方来的信吗？回老夫人的话，是800里加急传回来的。国公爷他……祖母，父亲怎么样了？你父亲在沙漠与外敌作战，2万大军误入陷阱，全军覆没。你父亲他不知所踪。不知所踪。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只要一日没有消息，我就认为他一日还活在这个世上。祖母，父亲走之前说过，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回来的，他不会失信。好吃，好吃。父亲，您还没有尝呢。看着就好吃。父亲，快尝尝。宁儿，我现在重新再给你置办一套礼物去啊。不用了吧，殷国公，我都置办好了。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不一样。等着，你祖母年事已高，婷儿年幼，此次出征，我不在的日子里面，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。依婷姐姐。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姐姐，父亲回不来了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好多丫鬟小厮都在议论，说父亲战死。胡说！父亲只是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之前就是在这个房间，父亲跟我们说过，他答应了我们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婷哥，你要记住，你是英国公府唯一的郎君，这个时候要有自己的判断，不能听信谣言，要相信父亲一定会回来的。别哭了，把眼泪擦干净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守着这个家，等父亲回来。我知道了。王相，北面来信。没找到尸首。殷国公在大漠遇伏，随后又遇杀神报，找不到尸首也是正常。魏灵真的就这么死了？北面这位大首领，早年惨败于魏灵手下，一直耿耿于怀。这次派重兵伏击，必是万无一失。海上情况怎么样？这龙泉商行行事周密妥当，已经返航了。你去迎一下龙泉商行，暂时把这些人先控制起来。是。这一切顺利的有些诡异呀。让开！让开！快让开！梅梅，走，我带你离开。陆侯有何急事？我的人已经在后门了，快叫上魏婷和魏老夫人，我护送你们离开。祖母是不会走的，我也不会走。汪苑及其党羽早朝会奏，称殷国公
带着2万大军已经失踪，极有可能投敌了。绝无可能，我父亲是绝对不会投敌的。梅梅，你想想啊，官家只是让他彻查此事，但他为什么不即刻去翻查军报，梳理军情，而是带着人来搜查魏府？你的意思是，他要栽赃？若此时坐实了英国公通敌之罪，即便生还，都没有机会再入京城，更没有机会再见到官家。妹妹，通敌之罪株连9族，我带你离开。多谢陆侯相告，你还是快点自己离开吧，不要牵连到你。我说过，我会护你周全的。我身为国公府的长女，享国公府荣誉，得父亲宠爱。今日国公府的大门，我生便死守，死也魂牵。进宫，祖母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留下来跟你姐姐守住魏府，我进宫面见官家。照顾好祖母。公子，国公府那边怎么样了？汪远的人也赶去国公府，魏太夫人进宫，府里只有怡宁姑娘一人在对抗，不知她是否应付得来。皇上，贤侄好雅兴啊！这一大早的便到这儿来饮茶了。今日休沐，闲来无事，不知汪相为何来此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京城出了如此大事，身为大理寺少卿，怎能闲来无事呢？出了何事？英国公之事啊。英国公不是失踪了吗？哎，我的贤侄啊，身居大理寺要职，你怎可如此说话呢？难道人犯畏罪自尽了，你案就不查了？事实真相总是要查清楚的。多谢汪相提点。好了好了，赶紧陪老夫去办差吧。开门！开门！是。监军，本官奉命搜查国公府。既然奉旨行事，我们理应配合。监军甚是明理。等等，搜查总是要有个理由吧？英国公贪功冒进，致全军覆没，官家担心另有隐情，命汪相彻查此事。如此说来，就是没有圣旨了。不搜，如何查？所有人等，无令不得外出，所有物件不得转移，给我搜！我那官家亲封的宪军，谁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即便是宪军，当皇城司办，皇城司也有权将你立即抓捕。你敢？给我拿下！住手！梁副指挥使好大的官威啊！没事。陆侯，下官侍奉汪相。汪相素知官家，
最敬重英烈之家，岂能让你肆意胡为？若是因此有损官家盛名，你可担得起啊？不劳侯爷挂心，陆侯正值休沐，不如好好放松。皇城司事务，自有下官代劳。哼，本官虽在休沐，但依旧是皇城司统领。若是皇城司有任何差错，本官岂能置身事外啊？我会即刻进宫，看看官家是何旨意。回吧。王相，官家方才还与老夫念叨陆侯，陆侯这就要进宫，可见陆侯与官家是心有灵犀呀。英国公战败投敌，本官奉官家口谕，彻查此事。胡言乱语，我父亲绝不会投敌的。明珠娘子可是在说官家胡言乱语？既然官家让汪相彻查，说明没有认定，也许是被有心之人给蛊惑了。是有心之人蛊惑，还是英国公叛变查了便知？贤侄，你是大理寺少卿，此事就由你来办吧。是。宪君，英国公若无投敌之嫌，何惧搜捕呢？龌龊之人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大理寺办案自有章程，绝不会冤枉无辜之人。宪君大可放心。奸佞之人，我放心不了。我太祖父、祖父都曾随着先帝平江山、拓疆土，我父亲也几次奉旨平定战乱，哪怕是粮草不济，也从来都是视死如归，绝不会背叛朝廷。自古功不抵过，宪君说这些有何用啊？如今我父亲在战场上生死未卜，你们却要在这里罗织罪名，诬陷我父，天理何在？宪君若是还要再妨碍朝廷办事，休怪在下不客气了。让开！今日若想进我国公府大门，便踩着我的尸体过去。想干什么，罗士远？英国公涉嫌通敌谋逆，这样的事情，侯爷也要掺和一脚，这可不像你啊！把剑放下！怎么等了半日，还没消息传出来？看来不会有人愿意帮我们魏家了。也罢，我魏家的事，魏家自己解决。回府。魏大夫人，请留步。宪君，念在我与你往日同府的份上，现在让开，我不伤你。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进我国公府的门。不愧是将门之女，果然有巾帼之气。好，今日我便成全了你。罗士远，罗士远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场戏该结束了。你胆敢挟持老夫？恩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梁父这回事，不要顾及老夫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是。圣旨到。
官家有旨。王远罔顾国法，操纵走私，私通外敌，残害忠良，结党营私，着皇城司即刻捉拿汪远及其党羽，不得有误。奉行。是。与你交易走私的对接人，还有你的交易凭证，都在我的手上。汪远，你可以束手就擒了。你早就和杨凌商量好了，故意在汪远和陆家学面前演这出戏，好让你曲戏投靠汪远。唯有此法，才有机会拿到汪远的罪证，为杨师兄洗清冤屈。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杨凌已经入了大牢，我不能让你也。先生，学生并非莽撞之人，还请先生助学生一臂之力。父亲让我转告你，让你在上香的时候动手。我向你保证，绝不会用伤害你们的方式去取信汪远。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是想让你们日后多加小心。我和父亲相信你，可以做好谋划，只要你能扳倒汪远，替他们报仇，我们愿意这么做。今日败于罗少卿之手，老夫是心服口服啊。只可惜呀，我那只金甲大将军以后就没人照顾了。陆侯，可否帮我照顾一二？他不是斗败后被你扔进火盆烧死了吗？哼，有时眼见未必为实啊！你以为被烧的，它未必是真的。陆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奉旨拿人呢？啊，梁副指挥使，抓人。押走。父亲，父亲。您果然没事。对了，父亲，祖母进宫了。官家已经召见他了，估计马上就回来了。你从八王之案开始，向老夫假意示好，为的就是今天吧？茶税连年下降，战马频出问题，官家早就起义，只不过是趁此机会一并发作。怪不得，我总觉得所有的事情进展得过分顺利，原来是你早有预谋了。我故意走私被你发现，然后向你求救投诚，我就是想让你用我龙泉商行的船只走私。所以，当郑掌柜跟着我的亲信出海之后，当我的人走私交易时，就被你们扣住了，对吧？你收到的一切顺利的情报，皆是你的亲信在被控制之下发出的。那英国公
率领2万大军，遇袭失踪，也是欺瞒所有人的障眼法了。殷国公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对北边的气候地形了如指掌，是故意挑了一个沙尘暴之日，假意出击御伏，然后转身就端了与你通敌的首领老巢。如今，北边的敌人已经被殷国公押送至了京城。果然是好谋划，好心机呀！以茶一马，通敌之事，已昭然若揭，你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。我汪远尚有一口气，这件事就不会这么容易结束。你觉得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？罗申远，是我低估了你。我知道你从未信我，却又想利用我。你今日之败，就是败在了你心中只有私利，便以为全天下的人皆如你这般为金钱、为权势，可以毫无底线、不择手段。哼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啊，跟你那个老师，还有那个陈道言可真像啊！满口的追寻正义，为家国苍生迂腐至极。你从来都不会明白，什么叫心怀理想，不惜己身，倾尽所有，至死不悔。那是因为你根本不配为人。父亲，您是说是因为三哥给了您线索，对，所以您去端了那些人的老巢？没错。如今，这帮人的老巢不但被我端了，连同他和汪远一起的书信，我都交到官家手上了。那岂不是在您出征之前，你们就早早做好了谋划？这次误伤殷宁，晚辈十分悔恨。若您还不解气，大可再捅我一剑，我绝不会躲。如果捅你一剑，殷宁的伤能够好一点的话，我倒真想捅你一剑。待事成，我向殷宁磕头认错。好了，事已至此，说这些都没有用。这就是你找到的证据？是。这是当年汪远以茶一马，故意换了劣等的马，然后将多余的茶叶收入囊中，拿去海上走私的账目。为什么之前不拿出来？之前一半在玲珑手上，一半在宋一山手上，刚刚才找全。无耻之徒！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无耻之徒，折损了我多少英勇将士！此人不除，祸患无穷。还望国公爷出手相助。怎么助？我怀疑汪远不但走私，更可能通敌。你是想借我这次去，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？是。你可知道，如此设局凶险异常，倘若失败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晚辈敢赌此局，便是算无一策。好，那我就助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事成之前，你我就不要再见面了。还有怡宁。明白。
由于此局太过凶险，我怕你担心，并非有意瞒着你啊。女儿知道了。好啊，汪远已经入狱，肯定是死罪难逃了。你也算为陈九恒、陈道衍二人洗清了冤屈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。感谢英国公多次信任，屡次出手相助，携手抗敌，才能绳之以法。看来你还是挺有心眼的，啊？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有心计的人了。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国公恕罪。为什么我就讨厌不起来你呢？而且还看着很顺眼，否则也不会把汪远拉下马。年纪轻轻就知道韬光养晦，看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国公爷过誉了，晚辈不敢当。还是国公料事如神，一击即中。还在跟我玩心眼儿？啊，说吧，你是来专程恭维我的，还是来找我女儿的？去吧。是。哎，晚上太夫人想让你留下来用膳，正好咱们可以……晚辈却之不恭。干什么呢？你这个人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？快过来瞧瞧，这是我画的你。我想把这幅画贴在你床头，让你日日看着，以后就不会再犯蠢了。伤好了吗？这都过了多久了，你才问？早都好了。是我错了。父亲都告诉我了，你和他之间的计谋。若是汪远不伤害我和父亲，你是不是准备一直瞒着我？确实是不想让你牵连其中，我和国公爷也确实是冒了一次险，所以后面的事情都没有跟你说。父亲可还跟我说了，你打算磕头向我认错。哎，你还真磕呀！只要你能不生气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这个人还想让我消气？你看看你刚刚那个样子，我刚想扶你，你就骗我。疼吗？姑娘，三公子，正厅已备下菜，请二位去用膳了。走，快去吃饭了。侯爷，汪远会不会是骗您的？难道他真的就留在这个地方了吗？接着找。是。侯爷，怎么了？汪远，哎呀，没想到罗三公子这么年轻，居然如此沉得住气，有勇有谋啊！来，老身敬你一杯。
老夫人过誉了，晚辈不敢当，都是国公爷出手相助，才能成此大事。罗三公子，还没有说清吧？还没有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你看看我家的明珠如何呀？祖母，你不会是烦了我，想早些把我嫁出去，这才乱点的鸳鸯谱吧？哎呦呦呦呦，胡说！祖母是看着你们俩般配。我觉得依宁姐姐和罗三哥更般配。那是因为依宁姐姐和你罗三哥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，所以啊，看着感情就会更亲一些呀。但他们毕竟不是亲兄妹呀。母亲，咱们好不容易团聚了，来，喝一杯，啊！来，我敬你一杯，一杯啊！回去我就跟他们说，择日上门提亲。干嘛又突然说起提亲的事？我之前答应过你啊，等事儿了了，就上门提亲。我先回去了。我们慎远呀，就是聪明，有胆有谋，胆略奸人。对，官人说的对，胆略奸人。我这一高兴给忘了。对了，母亲，慎远，他也不容易，您就……慎远呢，他是担心我这身体受不住，所以提前把这件事情跟我说了。母亲，您之前就知道了，那您对慎远动用家法是做给外人看的。慎远啊，可是你还是让怡宁受了伤。是，我已经向怡宁赔了不是。你也还是让自己受了伤。孙儿错了。总而言之，一定要记住了，你们是罗府的子孙，尤其是你和怡宁，切切不可再惹事了。祖母都这把年纪了，要是你们再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祖母怎么活呀？孙儿谨记。三位少，上次我见你吩咐人办事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身份肯定不凡，没想到你真是六合酒肆的老板啊！那我们以后吃饭是不是可以不给钱啊？当然没问题。那我们以后天天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三位少，那我们之前吃饭付的钱，你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？哎，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你别理他。大姐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弟弟啊？你怎么不向着我？慎远还是我儿子呢，弟弟跟儿子比，那肯定儿子更重要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慎远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啊？这么正式。儿子想要一亲。好啊，看上哪家姑娘了？怡宁。哪个怡宁？于我而言，这世间只有一个怡宁。
想必到处都搜过了吧？呵呵，找不到的。你以为杀了陈龙、陈阳和那条船上所有的人，就毁了所有的证据？你也太小看我汪远了。我一死，你亲笔签署的分账约书就会呈到官家的案前。王相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那份约书早已化成灰烬。如此重要的把柄，真烧了岂不可惜？我只是参与了走私，分了一些小利，罪不至死。哼！你以为这事儿你能说得清吗？交出来，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。陆侯想与老夫同葬，啊，尽管动手。嗯。陆侯是个聪明人，同归于尽的事儿，你是不会做的。到底要如何？现在已经几个时辰了？回国公，3个时辰了。3个时辰了，这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好了，哎，去吧。属下告退。哎呀，陆侯，抱歉啊，抱歉，久等了，有些边关的军务要处理。边关军务定是要紧，无妨无妨。哼，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一个副将心术不正，勾结奸商，谋取私利，触及了老夫的底线。我呢，已经派李将军去处理了。若他坦白交代，诚心悔改，我会酌情量责；若死不悔改，那就军法处置，绝不姑息。国公治军严明，宽严有度，在下佩服。陆侯，你应当深知，这官场就如同战场，名、权、利都是祸人的陷阱，一念之差，行差踏错有情可原，可怕就怕知错犯错，心存侥幸，一条道走到黑啊！国公言之有理啊，但是，若是有光明之路可以选择，谁又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呢？好吧，陆侯，我感谢你为我家做的事情，但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们今后还是少联系，愿你好自为之吧。侯爷，听闻罗慎远打算跟英国公府议亲，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可英国公对您的态度，您不如就此放手吧。我陆家学此生，再也不会放开他。侯爷，汪远。
三嫂，你别乱叫，六姐姐。哎，这不是听说三哥要去英国公府提亲了？那你以后，那不就是我三嫂了吗？那你之后还要嫁给六舅舅呢，那我岂不是得叫你六舅母啊？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那要不你先叫一声我听听。切，就是跟六舅舅在一起被带坏了。嘿。哎，六姐姐，这之后你要嫁去临安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在一起玩了？不会，林家在京城给他置办了院子，等我们成亲完了就回来了。而且燕荣阁还得继续经营呢，到时候咱们还能像以前一样，每天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吃东西。还是六舅舅想得周到，看到你们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真为你们高兴。那是，我罗一秀选夫婿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不过，我以前以为你们只是兄妹情，突然要成亲，其实大家还是有一点惊讶的。六姐姐啊，你说这以前是兄妹，这兄妹变成夫妻之后，我该做些什么？一笑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刚出炉的桂花酥，我排了好久才买到的。你尝尝。不要。你尝尝。不要。可香了，快。好吧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你笑什么？你突然问这个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想向我讨教怎么跟夫婿相处啊？这个嘛，就是你们有没有？有，那不就完了？那你还问我干嘛？见一回，终难了彼此相会。应说成双对，应谁心扉？背影聚金辉，过往年终无需追。君知梦，我知缘，相依偎。一守护跟随，身与心，心却难违。念这般滋味，落面相飞。三哥平日里用的什么香露啊？香露？不用香露啊。以前没发现，三哥身上的味道还挺特别的。回头我让六舅舅也过来闻一下，也许他能制出一款男子用的香露，没准儿生意能大好呢。爽。一双人两相随，前不从心愿，执手共对。此生的一人已不悔，一份缘两人陪，只盼望生生双双对。你们林家接亲的人都安顿好了吗？千万可不能怠慢呐！母亲您放心，我都安顿好了。还有，
你说宜秀的婚事你忙前忙后的，太操心了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您怎么还跟我客气啊？出嫁父母不在身边，宜秀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我跟二爷呢都商量好了，六姑娘的嫁妆只能比旁人多，不能少。而且我们娘家的聘礼也都是按照最高规格来的。茂哥说了，要给足六姑娘颜面，不能让别人轻看了她。是。祖母、母亲，明儿也来了，快和你六姐一起看看，这是给她准备的嫁妆。秀儿，你得好好谢谢二婶，她为你真是操心了。你看，就这些首饰和衣裳，足足准备了5车。宜秀谢过二婶。都是一家人，还说什么谢字啊？其实你母亲早就把你的嫁妆备好了，我没费什么心思。只是没想到，除了这么多铺子和田之外，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。不多，这是祖母和我们二房的一点心意。秀儿，你马上就要出嫁了，幸好你嫁到了林家，林家人多呀，个个性格好，你到了那儿一定合得来。再说你跟林茂情投意合的，这回祖母放心了。宜秀让祖母费心了。母亲不要记挂，茂哥说了，等他们成亲以后，还是会带着六姑娘回京城住的，所以一定会有时间常来看您。是啊，祖母，之后我还要和六姐姐一起经营腌肉铺子呢。这秀儿啊，马上就要出嫁了，现在剩下的该是你了吧？祖母，您就喜欢拿我打趣。这，坐。你神神秘秘的，这是要带我看什么？哇，这么可爱，这些都是你画的？这是你5岁那年爬到我门口那棵树上偷枣吃。谁说我是偷啦？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摘。啊，行，光明正大。哎，你瞧瞧你，端坐在这儿偷看我看书呢。你看看我画的，我画的是你偷看我。这就是你说的无价之宝，这不就是你随便画的一幅画吗？啊，你看不出来什么是无价之宝啊？看不出来。这画上的人是无价之宝。油嘴滑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纳采的订贴呀，上面有我的生辰八字，还有我全部的身家性命。交给你了。这东西不应该是父母过目吗？我看有什么用？好，那这么说你没有意见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意见呢是没有了，不过条件嘛有3个。啊，你说。第一个，没有夫唱妇随，也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，在家里所有的事情通通听我的。第二，不许逛花楼喝花酒，更不许纳3妻4妾，只许喜欢我罗一宁一个人。你别往我屋里塞人就行。我怎么可能往你屋里塞人？你当我傻呀？第三。第3个，不许藏私房钱。我订贴都给你了，我藏什么私房钱？罗胜远，你唬谁呢？我认识你都多久了？这么薄一个本本，你说这是你全部家当？订贴，这当然是我的全部家当了。我再重复一遍：第一，家里面的大事小事全都交由你管，我所有的身家性命全都给你，订贴为证。第二，我绝不娶3妻4妾，今生今世就你宜宁一个妻子。第三，我没有私房钱。好，那既然你都明白了，准备什么时候上门提亲啊？马上去。国公。沈源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这汪远可招供了？只招了些虾兵蟹将。这老贼，
还在做垂死挣扎。他这是心存侥幸，还指望着陆家学能救他呢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陆家学和汪远沆瀣一气？不太可能。陆家学是带兵打仗之人，军功上位，应该不会有通敌的能力。通敌之事，他也许没有，但他一定参与了走私。国公爷可还记得陈道衍的死？你曾跟我说过，陆家学唯恐重启陈九衡一案，牵扯他走私一事，所以对你们师门斩尽杀绝。当初你为了保护陈道衍，也算是费尽心机啊。可敌不过奸人，目无王法，心狠手辣。可惜，这陆家学借杨凌之名，毁了汪远的走私船，所有证据都没喽。以汪远的为人，不可能不留后手。后手？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真有这后手的话，你是想让他交出和陆家学狼狈为奸的证据，扳倒陆家学？这就要看汪远够不够聪明了。哼，有意思。哎，你今天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哦，晚辈是想求娶怡宁。我现在的心思全在汪远这件案子上，此案不结，其他的事情我无心考虑。国公爷说的是。行了。你把我提来，不是为了让我看你饮茶吧？从前你只手遮天，京城的大事小事，都逃不过你的耳目。你我深知彼此，有话不妨直问。罪证俱全，定你的罪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有什么可问的？那你到此来干什么？唉，拖延这些时日，就是想等着陆家学把你给救出去。时至今日，又如何呢？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也罢，我把你交给官家，同样是大功一件。只不过到时候就是你为鱼肉，我为刀俎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党羽名单。站住！为什么要抓我？走！我要面见官家！我要面见官家！来，喝。就是他，给我带走！混账！你是谁？走啊！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放开我！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放开我！就是他，带走！你是何人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放开我！侯爷，汪远已经供出来李侍郎和那几个官员了，会不会下一个就是？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老师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放开我！陆家学呀，陆家学，你也该坐不住了吧？公子，陆家学果然进宫了。他被我们逼到了绝境，此时进宫就是想断臂求生。您是说他去官家面前检举汪远，以求自保？那官家会相信他吗？经营这么多年，肯定留有后手，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拉下水的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听闻英国公也被召进了宫。什么时候？就在陆家学进宫后不久。公子，陆家学检举汪远，那为何官家还要召见英国公啊？陆家学进宫，不是求生，是想求取夷宁。英国公留步。陆侯，有何指教？哦，对了，忘了恭喜陆侯了，检举汪远，立下奇功一件。但是老夫万万没有想到，陆侯和汪远还有这层关系。失敬啊！此事我已向官家解释过了，走私之事是汪远想拉我入伙，为得他的信任，我假意合谋，为的就是将参与走私的官员尽数查明。况且我已将汪远的走私盈利尽数上交国库，难道国公爷还不信任我吗？事已至此，我信不信任重要吗？啊？看来国公爷对我还是有些误会，所以方才官家赐婚于我，才会阻拦。我不明白，名门贵女那么多，为什么陆侯偏偏看上我家夷宁啊？因为我真心喜欢夷宁，我想娶她，真心对她好。可惜啊，我家夷宁和罗少卿早有婚约，难成陆侯的美意了。你可知欺君之罪可是灭九族啊？国公爷，婚约之事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去打听打听，他们的婚事就定在下个月。国公爷，你什么时候跟夷宁有婚约了？他当初寄养在罗府，我祖母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了。当时还小，不便提及此事，如今长大了，自然就可以说了。那番话原来是你教英国公说的呀！你竟为了一己之私，让英国公冒欺君之罪的风险。若夷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还会嫁你吗？这个话从何说起啊？蒙骗官家的罪名，在下和英国公可是担不起。若无事，先告辞了。夷宁，父亲，官家一早召您入宫，可是有什么急事？官家赐婚于你了。赐婚？官家为何要赐婚于我？把我赐给谁了？里面说。
姨娘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但从来没有问过，你要对我说实话。你跟这陆家学没有什么交集，他为什么总是在纠缠你呀？我和他其实是在别院的时候就认识，那时候我以为是两情相悦，其实是错付了。那你还喜欢他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是这样，今天这陆家学以检举有功为名，想让官家赐婚求娶你。我呢，在朝中还是有几分薄面的，官家就询问我的意思，我就对官家说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你和罗慎远早就有了婚约了。父亲，太好了。可是，那岂不是欺君？是啊，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陆家学，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。那官家可相信了？信了，还好我急中生智。我跟官家说，你寄养在罗家的时候，罗老太太在你们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，因为你们还小，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。可是，便宜罗慎远那小子了，我还想再考验他几天呢。